大家好，我是吴一。今天我们来聊聊利弗摩尔的情史。为什么要了解他的情史？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痴迷于赚钱，为什么破产，以及最终为什么自杀非常重要。最近呢，好多人评论说我太啰嗦了。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听劝。所以我决定这次先讲干货和结论。利弗摩尔一生总共有3个老婆，情人若干，以及数不清的女朋友。据说在巅峰时期，利弗摩尔每天最少要换1个女朋友。他的第一个老婆叫内蒂乔丹，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那一年，利弗摩尔只有23岁，刚刚从股票中赚到了5万美元。帅气又多金的利弗摩尔很快就和内蒂坠入了爱河。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虽然他们到1918年才正式离婚，但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8个月，因为利弗摩尔在结婚后不久就破产了，而且贝蒂拒绝了利弗摩尔让他变卖所有珠宝的要求，带上他所有的珠宝逃到父母家里去了。利弗摩尔的第2个老婆叫多罗西，是一个歌舞剧演员。他们相识的时候，利弗摩尔已经40岁了，多罗西比利弗摩尔小19岁。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32年，他们在一起生了2个孩子。这段时间也是利弗摩尔事业上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婚姻幸福只持续到了1927年，因为在那以后，利弗摩尔又开始到处沾花惹草了，而这最终不仅造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破裂，也给利弗摩尔的事业和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反噬效果。利弗摩尔的第3个老婆叫哈利亚特，他们相识的时候，利弗摩尔已经56岁了，哈利亚特比他小17岁。他是一个有钱的歌手，资产有700万美元，但是他的大部分钱都来自前夫的遗产。他之前结过4次婚，他的4个前夫无一例外的全部都自杀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利弗摩尔那个时候几乎已经破产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是故意要找一个富婆，但不管怎么说，这似乎预示着某种结局。这里关于利弗摩尔有几个谣言，有人说是抑郁症导致利弗摩尔再次破产的，还有人说是因为家庭不幸导致的破产，因为他的第2个老婆多罗西开枪射伤了他们的儿子。这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利弗摩尔和多罗西的感情从1927年就已经出了问题，但这其实并没有影响到他在1929年的操作。而多罗西射伤他们儿子的时候，利弗摩尔早就已经破产了。我觉得他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婚姻破裂的影响，但是一个交易者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怪到一个女人身上，这显然是没有担当的表现，而且他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利弗摩尔，他其实是非常仗义且慷慨的，他给老婆和家人花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在毫无义务帮助第1任老婆的时候，帮他老婆的弟弟出了20万美元的律师费，而这也成为他第3次破产时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还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买了家庭信托，使得他们在利弗摩尔破产以后仍然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他在欠下100多万美元，并且完全没有偿还义务的情况下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这也说明他在商业上是一个比较诚信的人，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他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我觉得最终毁灭他的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一方面是情欲，一方面是物欲。他四处留情，毁掉了本可以美好的婚姻，同时他和家人的生活极其的奢靡，这不仅使他们名誉扫地，全家人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并且遭到了抢劫，这同时也给利弗摩尔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在后面当你看到利弗摩尔生活的奢侈程度，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在赚了1个多亿美元以后仍要不停的赚钱，因为他们的钱真的不够花。利弗摩尔每一次资产的增加都意味着一次消费升级，他赚的越多，他们花的就越多，就好像股市是他们家的提款机一样。而且他们真的没有什么长远的资产规划，家里买的基本上都是消费型支出。在利弗摩尔破产以后，很多资产都是以不到1/10的价格卖出去的。我觉得他这辈子最明智的投资，可能就是那几百万美元的家庭信托了。这里要更正一个谣言，很多人说利弗摩尔晚年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他有几百万美元的家庭信托。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知乎上很多人这么说，但是后来看了书我才发现，他的家庭信托都是买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的。利弗摩尔晚年依然过着富人的生活，是因为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好了，赶时间的朋友点个赞就可以走了，我又要开始啰里吧嗦了。我在第1集中讲过，利弗摩尔在1900年的时候第1次破产了，但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又东山再起，成功积累到了5万美元，他自然也成了交易商眼中的香饽饽，因为他贡献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同时交易商跟着他做单也赚了不少钱。其中的一个交易商埃德赫顿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利弗摩尔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在婚礼上他遇到了一个叫内蒂乔丹的女孩，她非常漂亮，苗条且外向。内蒂独自参加了婚礼，他们一见钟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被一种欲望驱使着。2个人在婚宴上都喝多了，几个小时以后便睡在了一起。这早已经不是利弗摩尔的第1次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像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过。
他在床上获得了完全不同的体验。至于内蒂，看着帅气且多金的利弗莫尔，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他的白马王子。于是他们一起回到纽约，几周后就结婚了，并且见了双方父母。很快就在新泽西的海边小镇上找了一间小屋。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他们的生活已经是相当滋润了。1901年春天，他们一起去欧洲度了蜜月。利弗莫尔很大方地给内蒂买了一颗价值 1.2 万美元的钻石，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而且利弗莫尔手上总共也只有5万美元。不过为了取悦女人，利弗莫尔从来不吝啬自己的钱包。可是当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因为海关人员告诉他们需要交7200美元的关税。天真的利弗莫尔以为他在购买珠宝时已经交了关税，他自然是无法也并不愿意立刻支付这7200美元的关税，于是钻石被没收了，这让贝蒂很不高兴。没办法，第二天一大早，利弗莫尔就从国家城市银行取来一张银行支票，匆匆地赶到港口去取他的钻石。利弗莫尔夫妇也因此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报》。从这里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利弗莫尔的金钱观。他自己在书中说过，他觉得钱都是从股市中轻松赚来的，省吃俭用毫无意义，所以钱来的容易，花的就随意。在之后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利弗莫尔在金钱上并没有太多的规划，基本上是有钱就花，没了钱再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婚姻中的一个隐忧，因为他的这一段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利弗莫尔在积累到5万美元的本金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再次破产了，而他的失败给他的婚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他破产的第二天，内蒂就决定离开他，因为内蒂以为自己在8个月以前嫁给了一个金融神童。当利弗莫尔要求内蒂拿出自己给他买的大概3万美元的珠宝时，内蒂终于忍无可忍，带上他的首饰盒，踏上了去父母家的火车，并且把这些珠宝存放在了父亲的保险箱里。这实际上也标志着他们婚姻的结束。有人可能会觉得内蒂太物质、太现实，但是我觉得她做了大多数女人都会做的选择，因为她实在无法理解自己丈夫那变幻莫测的职业。5万美元放到现在相当于1000万美元，自己的老公前几天还是个千万富翁，转眼间就变成了穷光蛋。我觉得但凡是个人都很难接受，更何况他们才认识几个月，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基础。而且如果内蒂变卖了珠宝，他的3万美元的珠宝大概只能卖到3000美元，贬值了不说，这些钱大概率会被利弗莫尔拿去马上亏掉。因为如果他不痛定思痛，他很难重新审视自己的交易，获得认知上的升级。这其实跟他之后买家庭信托是一个道理。对于赌性如此之高的交易者，把一部分钱放在保险箱里总归是一件好事情。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两个人开始了长达17年的分居生活，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做一些夫妻之间平常会做的事情。内蒂定期会回到纽约，利弗莫尔也仍然迷恋着他的妻子。在利弗莫尔能负担得起的时候，他在长岛给内蒂买了一套非常舒适的房子，内蒂选择在那里安静的生活。他告诉利弗莫尔，自己无法跟利弗莫尔一起生活的原因是，他无法接受他所选择的变幻莫测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7年以后，利弗莫尔再次破产了。在他破产身无分文时，家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利弗莫尔有钱时，他对家里人都很好，家里人都很高兴在利弗莫尔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利弗莫尔也偶尔会躲到妻子的房子里，做一些夫妻之间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利弗莫尔除了滥情以外，人品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也使得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愿意站出来帮他。不过这里有一个插曲，我之前有讲过，利弗莫尔在棉花期货失败以后并没有马上破产，账上还有几十万美元，但是他这个时候急需支付一笔20万美元的账单，而这20万美元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20万美元其实是跟他的妻子内蒂有关，内蒂的弟弟师解了自己的妻子，急需20万美元的律师费。内蒂无疑在这个时候操纵了她丈夫的内疚感和对妻子的忠诚，而这间接导致了利弗莫尔的第3次破产。不得不说，利弗莫尔还是非常有担当的，但是他的这段婚姻显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再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利弗莫尔再次东山再起，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且购买了家庭信托。他在股票作手回忆录中也说过，他知道一个赌徒可以把他可以沾手的所有钱统统花光。到1918年时，利弗莫尔不仅还清了旧债，身价也达到了800万美元。他的财务问题和破产早已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又再次重新出现在了报纸上。但是这一年利弗莫尔已经41岁了，在纽约做一个花花公子的新鲜感已经消失了。他看着身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都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他突然也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像样的家庭。他同时也意识到在内蒂身上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内蒂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想要孩子的愿望。虽然利弗莫尔有多到数不过来的女朋友，但是里面并没有一个让他想要结婚的女人。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弗罗伦兹·齐格菲尔德做了他的媒人。齐格菲尔德是歌舞剧老板，
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舞女，利弗莫尔也经常会带舞女回家过夜。但是利弗莫尔并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他愿意与之过第二夜的女人。于是，在了解了利弗莫尔的愿望之后，吉格菲尔德给利弗莫尔推荐了一个叫多罗西·温特的女孩，她也是吉格菲尔德歌舞剧中的舞女，是一个棕色头发、22岁的小个子美女，有一双不同寻常的闭眼和一张非常开朗的脸，这让她看起来好像总是在笑。她口才很好，有很好的血统，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布鲁克林批发商。吉格菲尔德告诉利弗莫尔，多罗西是完美的妻子人选，但是多罗西和其他人不一样，需要被追求。这时利弗莫尔已经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再婚成家。他对多罗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并最终获得了她的芳心。虽然多罗西长得漂亮，但真正的魅力在于她活泼的性格。她有一种其他女孩都没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利弗莫尔多次想要把她弄到床上，都被她拒绝了。渐渐的，利弗莫尔爱上了她。很快，他们决定结婚。但这时多罗西震惊地发现，利弗莫尔是有家室的，他跟第一任妻子仍然有婚约。所以对利弗莫尔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和内地的问题。可是内地完全不想离婚，他已经习惯了做利弗莫尔太太，而且在那个年代，离婚仍然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鉴于利弗莫尔的影响力，他们离婚的事件被闹得沸沸扬扬。不明真相的报社记者把多罗西描绘成了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在反复的拉扯了将近1年的时间，贝蒂终于意识到了利弗莫尔离婚的决心，终于提出了离婚。作为交换，利弗莫尔转让了他为自己设立的5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所以按照我的理解，利弗莫尔这时名下已经不再有信托基金了。离婚后的第2天，利弗莫尔就和多罗西举办了婚礼，他们的结婚戒指上刻着多罗西永远永远，杰西·利弗莫尔。但是最后十分讽刺的是，多罗西在和利弗莫尔离婚了以后，第2天就和他的情人结婚了，并且那一枚作为爱情见证的戒指也被多罗西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拍卖了。这些都是后话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婚姻还是很美好的。结婚后的第2天，他们就去棕榈滩度了蜜月，并且怀上了他们的儿子小杰西。1919年9月19号，小杰西出生了。4年以后，在利弗莫尔46岁时，他们的小儿子保罗·利弗莫尔也出生了，整个家庭也完整了。后来他们搬去了大晋岛，买了一个12英亩的庄园，并把它命名为永久。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这样的好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关于他们生活的奢侈程度，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就不详细描述了，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感受一下。那时候利弗莫尔账上大概有1000多万美元，他们刚搬到永久以后，光装修就花了100多万美元。利弗莫尔酷爱游艇，他找人专门设计了一个高级游艇，光一个游艇的花费就有400多万美元。另外，整个庄园的开销也是巨大的，如此大的庄园自然需要很多的仆人来打理，光是维持庄园正常运转的开销每年大概就要100万美元。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1923年有大概2000万美元的利弗莫尔，到1928年就只剩下700多万美元了。而且他还不得不拼命的赚钱，因为这700万美元显然不足以支持他家太久的开销。所以我在上期视频中其实是误会利弗莫尔了，他在1928年时账上只有700多万美元，少的1000多万美元并不都是亏光的，而是他花光的。所以如果你放任自己的欲望随着不停增长的财富不断膨胀的话，走火入魔只是迟早的事情。利弗莫尔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一方面可能是他的赌性使然，其实也是被他自己逼的。后来在1927年，利弗莫尔家里遭到了抢劫，因为数额巨大，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大家普遍关注的不是抢劫本身，而是利弗莫尔家奢侈的生活。利弗莫尔一家反而变成了社会舆论攻击的对象。另外，由于抢劫的主谋之一是他们之前的司机，利弗莫尔一家开始对身边的人失去信任，而且多罗西一直有酗酒的习惯。但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酗酒出现了一些失控的态势，利弗莫尔也越来越少回家了。到1929年的时候，利弗莫尔包养了至少有6个情妇，接触的女人更是不计其数。多罗西也受够了这样的丈夫，他也选择了养自己的情人。他的情人是一个年轻的特工，他甚至给了情人100万美元，让他去学着做交易。利弗莫尔对这件事情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也已经厌烦了这段婚姻。多罗西出轨正合他的心意，这样他们可以顺利的离婚。于是在1931年，2个人都选择了离婚。这个时候利弗莫尔的资产从2年前的1个多亿美元亏到了只剩下1000多万美元。他们离婚时，多罗西得到了10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们的庄园、3个价值100万美元的信托、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200万美元的珠宝。多罗西离婚之后，在他们的庄园里又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显然他手里的钱是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开销的。于是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变卖资产。他把所有的资产和所有与利弗莫尔相关的一切，在拍卖会上以不足原本价值1/10的价格全部卖了出去。
包括那一枚在结婚时写着他们名字的戒指。这无疑对利弗莫尔是一记重创，因为这意味着多罗西彻底否认了他们10几年来的感情。我们再说回利弗莫尔，和多罗西离婚以后，他不得不削减开支，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关闭了办公室，解雇了几乎所有的员工。他试图恢复之前花花公子的生活，却发现他对女人没那么感兴趣了。他的年龄也瞬间看起来老了10岁。于是他放弃花花公子的生活，开始寻找下一任妻子，一个可以与他共度晚年的妻子，最好是一个自己有钱的女人，因为利弗莫尔已经所剩无几。1932年的夏天，利弗莫尔独自到欧洲旅行，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古典音乐会。他被其中的一位歌手哈利亚特梅兹小姐所吸引，并去后台见了梅兹小姐，发现她也是一个美国人。于是在音乐会结束了以后，利弗莫尔邀请哈利亚特去吃了晚饭。这一年哈利亚特30岁，是一个颇有成就的音乐会歌手，但是他有一段曲折且悲伤的婚姻史。他的4个前夫都是在他结婚之后自杀的，但是这些自杀事件之间并没有共同的线索。警方密切地调查着哈利亚特，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可能是哈利亚特的某种性格会导致身边的人抑郁，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具有某种 PUA 的潜质。但是利弗莫尔并不在意这些，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利弗莫尔太太。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独立的女性，在继承了4笔遗产之后，她的身价达到了700万美元。他们于是又双双坠入爱河，再一次快速结婚。当利弗莫尔正式求婚时，哈利亚特立即接受了，并且告诉他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利弗莫尔卖掉了他在西区的房子，他们随后在公园大道买了一套3层的公寓，住在了一起。利弗莫尔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再次感到了短暂的快乐。在这之后，利弗莫尔再次受到了2次沉重的打击，一件是刚刚提到的多罗西变卖了他们所有的爱情的信物，另一件是在1935年的感恩节，多罗西在酗酒以后射伤了他们的大儿子。但好在小杰西身体很好，这一枪并没有致命，多罗西也没有因此被判杀人，去牢里吃牢饭。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利弗莫尔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这里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因为抑郁症导致他连续交易失败，还有人说是他的第3任妻子导致了他的抑郁。我个人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是他的连续交易失败导致的抑郁。当然感情上的失败也是一方面，在我看来，他一切的荣耀地位都来自于他在股市中赚到的钱，而当他在股市中赚钱的能力消失的时候，支撑起他整个灵魂的信念就消失了。他无法面对无法在股市中赚钱，他无法面对失败的未来。还有人说他的失败跟证券法有关，但是证券法颁布的时候他已经破产了。关于他交易的细节我会在下期视频中讲。最终他选择了在酒店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根据调查显示，利弗莫尔在死前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话，这是唯一的出路，我厌倦了战斗，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我是个失败者，亲爱的，我无能为力，事情一直不顺，我挣扎累了，我真的很抱歉，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在几天后的报纸上报道了利弗莫尔的自杀，他们把利弗莫尔的自杀归咎于他的第3任妻子，尤其是当他们听到他的4任前夫的命运时。因为在认识哈利亚特之前，利弗莫尔并没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很显然，哈利亚特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利弗莫尔的人生观。一位朋友说，失去2个丈夫，自杀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是失去5个丈夫就说明有别的事情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应该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了。